怎么是你？我一直跟着你，就想看看你是怎么离开的。没有想到你竟然还是去了慕容侯府，更没想到的是你还要轻生。为什么要救我？让我死了不好吗？为他死，值得吗？你现在从这儿跳下去，明日于京城就只会多一具浮尸，其他的什么都改变不了。在他的心里，你早就是个死人了。死人。其实那天追踪到慕容侯府，我早就知道孟俊然便是他了。我只是希望能够从你的嘴里说出他的名字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证明你的心里早就放下他。我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，只因我们有着共同的经历，我曾经遭受过的这些痛苦，我不希望它在你的身上发生。其实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何我宁死都不愿意背叛他，竟能对我这么狠心。他绝情，那是他的错，你不要自责。只是你宁死都不愿意背叛他，就只因和他有情。若不是他，我活不到现在。我自幼长在吴房，从小不知吃了多少苦，挨了多少打，才成了吴房头牌，也成了温阳的杨千树。你要给我去见客！我厌恶那样的生活，可我什么也改变不了。就在我万念俱灰、恨不得一死了之的时候，他来了。他就像一束光，照向我。后来，他把五房交给了我，让我成为了五房的东家。他救了你，你誓死也不愿意背叛他，倒也合理。我在吴房帮他收集达官贵人的情报，你知道吗？所有人都视我为卑贱的武器，只有他从不嫌弃我的出身。你欠他的，从他派人杀你的时候便已经两清，从今往后为自己而活。为自己活。那个孟俊然是谁呀？你们尊上让你们听他的，你该不会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那看来你的手下说的没错，庄相这几日一直在宫里守着，所以他不可能有机会向你们下达命令，那就是这个孟俊然了。你告诉我他的身份，我可以让你不死。怎么？你不相信？死世营的人绝不会背叛，因为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。未经允许，私自了结性命，死后亦不能脱生，落入敌手，为自证清白，自裁方可解脱。你以为你这点小伎俩就能骗得过我吗？孟俊然的身份我的确不知，至于尊上为何派我们来完成任务，有何谋划，我们只是依面行事罢了。这是规矩，死世营的人最懂规矩。不过，
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告诉你，你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。说说看。曾经有一个小女孩，我初见她时，她就像一只小野狗，我仅仅用了一张烧饼就把她骗回了我的死士营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经常梦见她，梦见我跟她曾经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她那么娇小，浑身都是血，她一边下跪一边向我磕头说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。”可是她也应该好好感谢我吧？如果没有我的话，她如何有这么高的武功？人只有在接近死亡的时候，才能激发无限的潜能。我把她按进水里，然后再教她气息。神剑手最需要的就是气息，不能好的屏息凝神，将来如何射得准？将来如何做最狠的剑？然后我再把它灌进地窖里。你知道什么叫暗无天日？他半年没有见过太阳，他半年里如果有几只老鼠混进来，他都对我感恩戴德。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大皇子殿下，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？你以为激怒我就会杀了你？论起手段，你或许是比我更加无情，更加残忍。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你接下来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折磨，所以你就想一死了之，以为不用遭罪了。还想咬舌自尽，不过我不会让你如愿，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长乐小侯是我们殿下自小的玩伴，不亚于亲兄弟。还有自我出生起就陪在我身边的老嬷嬷，为了向敌人投诚，趁我睡时想把我活活烧死。还有陪我长大的伴读，教我剑术的太傅，他们都利用我的信任，千方百计的想置我于死地。若你知道，连你多年的好兄弟也背叛了你，你该有多痛苦？王爷，这里就是内宫院，外臣不得入内。你与公主出去等候，我去见太后。王爷，咱们进宫不先觐见圣帝，而是先见太后吗？我与你一起去见太后吧。
他若为难你，我替你解释。王妃同学也好，毕竟擅自离开肃杀，总得有个交代。我可以跟他说清楚，为何你我必须离开肃杀。那一会儿见了太后，她问你什么，你如实回答就是。你放心。太后，真南王与王妃到了。你先出去。儿臣拜见母后。平身。谢母后。这位就是你的新王妃，肃杀公主。圣帝既然答应了肃杀，让你去那儿当赘婿，你为何抗命私自回京，还把肃杀公主一起带回来？两国方才议和，你是想挑起战争吗？儿臣身为镇南关的统帅，若长期扣押在肃杀，只怕镇南军会军心涣散，斗志全无。儿臣冒死回来，都是为了锦绣。这么说，让你去肃杀当赘婿，是我跟圣帝的错？母后，儿臣绝无此意。你现在胆子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了，都敢不听我和圣帝的话了。儿臣不敢，儿臣不敢有半点违逆母后和陛下之意。请太后明鉴，镇南王在平陵城这些年所思所想，一切都是为了守土卫国，他没有半点私心的。这话从一个敌国公主口中说出，本宫怎么不信呢？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宁愿惹父兄生气，也要助镇南王回归锦绣了。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你的深明大义了。你出去，我跟你夫君有几句话要说。当初你为了从锦绣脱身，改口认我为母；如今你为了从肃杀脱身，又不惜将那个敌国公主一起带回来。你想好怎么跟你的红衣女将交代了吗？怎么，你不会以为你在平陵城做了什么，本宫不知道吧？这些年你在边关做得不错，平陵城被你治理得井井有条。肃杀的几次进犯也被你击退，现在朝中上下谁不知你镇南王的威名？全靠母后栽培。你也是先帝的血脉，锦绣唯一的情王。圣帝处事随性，日后锦绣大政还得仰仗你。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悉心培养。这是受委屈吗？谁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我定不饶他。记住，嫁人后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跟父皇说。父皇永远是你的依靠，整个肃杀都是你的倚仗。谢阳，只要你能幸福，我怎么样都可以，因为我比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更希望我能幸福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会记得回家的路。什么人？见到陛下还不跪拜？
是什么人啊？头抬起来。陛下，这是镇南王妃。夕阳拜见陛下。好啊，夏静时回来了。你还有脸回来？住手！陛下，陛下，圣帝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杀了他！陛下，万万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！够了，不许再胡闹！你皇兄刚刚回来，你就喊打喊杀他，这样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便是他有什么错，你好好说便是，让他自己领罪。皇家体面都被你丢尽了。母后，儿臣自作主张擅自逃离肃杀，都是受形势所迫，没能及时向母后禀报。但儿臣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锦绣，为了陛下，不存在半点私心。你少装蒜！一个贱种，也配在母后面前自称儿臣？告诉你，我现在杀你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。不要再说了。镇南王远道而来，想必还没有安排住处呢吧？一阵看，就住在北边的荣养殿吧。白小卓，带他们俩去。是。二位请随奴婢来。谢过陛下。母后，儿臣告退。请。丞相大人，如今侯尚书遇刺重伤，兵部群龙无首，乱成一团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庄相，当务之急便是立即擢选官员接替尚书一职。王御史心中有何人选？兵部侍郎刘勤是侍郎一职逾5载，从未出过差错，由他接替尚书一职，最为合适不过了。臣举荐兵部郎中赵忠贤，赵大人博宗机务，兼资文武，陛下也曾多次盛赞，此人实为可用之才。赵大人确实才略优善，可他年纪轻轻，若用他做尚书一职，恐怕难以服众。不如由工部尚书李荣实，他由工部转兵部，未为不可。却是李尚书更合适。可刘侍郎对兵部的事宜更为熟悉啊。诸位所说，我已经知晓。这3个人选，我再仔细想想。父亲，不管是左侍郎刘勤，还是郎中赵忠贤，又或者李荣实，他们可都是我们的人。陛下怎么样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。你下旨把他叫回来，就是为了杀他？我无所谓啊，我看见他就生厌，突然就想杀了他。反正母后也不会让我真下手的，对吧？你快少给我惹点事儿吧！他现在手中有10几万大军，他要有什么不测，平陵城的大军就会杀进京城。我当初就要杀了这个贱种，是你呀！是你背他一生这母后逼得什么都不知道了，非得要放他出去。这些年来，他在外面打仗立功，真被别人嘲笑是个帝都皇帝。现在你怕他了，先真跟你惹麻烦了。他是贱种，你才是我的儿子，可你无能啊！你想坐稳你的地位，你想整日里醉生梦死、胡作非为，你就得靠他下京时。
镇南关才能无忧，朝中那些老臣才不敢造次。他是有这个本事，但他没有这个忠心啊。他现在看着像狗，但你看到他刚才那个眼神了吗？他就是个狼崽子，他早晚要咬人的。我自然有办法掌控他，让他对我们母子俯首帖耳。这是你父皇今晚上要用的药，我建议吧，还是找个太医验一下，省得那些人说三道四，觉得老夫会害你们皇帝。白天您把林庄主劝回来之后，他虽然答应了继续替陛下治病，可林庄主还在气头上呢。谁呀？我呀，我还在气头上，我会跟那帮人计较？马启明，我觉得你在气头上，你嫌老夫把凤平城的病因说出来了，你别以为老夫不知道。咱家可不敢，这么多年您为陛下做过什么，咱家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咱家只感念林庄主对陛下的救命之恩。马公公，在。以后宫里无论是谁，敢再对林庄主有任何非议，你直接下令杖责30，打坏了人，惹出了事，我来担责。是，老奴明白。林庄主，他现在情况如何？少则1、2日，长则10来日，肯定能行。至于能恢复成什么样，那就得看他的造化了。有啊！好！这不朕的皇兄，镇南王吗？拜见陛下。昨日你就差点死在朕的刀下，今日还敢来赴宴，你是真不怕死啊？陛下不要欺人太甚，就算镇南王惹陛下不悦，可现在毕竟是应邀赴宴，陛下如此折辱镇南王，实在有些太过分了吧？皇兄，你这王妃如此回护你，你感动不感动？啊？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来，皇兄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。户部侍郎王恩成，鸿胪四卿卢望，太仆四卿山怀庆，这些可都是朝廷股肱。皇兄，你得好好认识认识。赐座。你们还不知道吧？现在我皇兄除了镇南王这个头衔外，还有一个新的身份，那就是肃杀的赘婿。陛下为了两国长久太平，答应镇南王长留肃杀。可王爷如今擅自回来，
这不是让陛下成了出尔反尔之人吗？离开肃杀一事是我一人主导，与王爷无关。陛下若要责罚，就请责罚我吧。公主带着王爷私奔，此番壮举勇气可嘉呀！我等佩服得很呐！好了，说好了今夜尽兴而归，不说这些了。朕今日非常高兴，皇兄，你今天一定要陪朕好好喝上一杯。去，好好服侍王爷。是，陛下。请。连个人你都伺候不好，朕留你还有何用？来人！陛下饶命！拖出去杖毙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！陛下！你看，又有人因你而死。去，替王爷好好斟酒。是。陛下，还是让臣妾来伺候王爷吧。庄氏女景元，性情贤淑，温婉柔顺，深得朕心。今晋封为4品元妃，钦此。谢陛下。恭喜元妃娘娘。到朕身边来。陛下，恭喜陛下，皇后娘娘诞下一位公主。恭喜陛下！好啊！恭喜陛下，喜得公主。如今陛下已经儿女双全了。好，陛下，待日后臣妾也为陛下生个皇子，可好？好，好，走，去看皇后。参见二皇子殿下。皇后娘娘晚膳都没用，在那儿坐了好几个时辰了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你来干什么？这么晚了，为什么还不睡啊？母后，还请顾及身体，不要太伤心。老侯爷到家了。老侯爷，老侯爷，老侯爷不见了！
这可如何是好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我爹出去一趟还失踪了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从庄相府到咱们府走了大半个时辰，回府我一看马车，老侯爷已经不见了。你给我仔细想想，路上有什么反常的事？除了有头牛挡道，我就下来将牛牵走，别的什么事都没发生啊。你把牛赶走之后，可曾查看过老侯爷在不在车中？不曾留意，觉得什么动静也没有，我还以为老侯爷睡着了。牛栏道是在何处？过了玉带桥第3个路口。哦，对了，路边还有棵外坡大树。那附近每家每户全都给我搜查一遍，就算把整个玉京城避一遍，也要找到人。是。傅一笑，我知道是你干的，等我抓到你，我一定要把你剥皮抽筋，碎尸万段。你是谁？朗朗乾坤竟敢在天子脚下绑架老夫！不愧是征战沙场多年的老侯爷，即使身处险境，也临危不乱，毫无惧色。哼，这么说来，你是认识我的。看来你是我的仇家，我倒是不认识你。老夫早年征战，戍边10余年，得罪的仇敌不计其数。你到底是哪一边的？和我有什么仇恨？不妨说来，让我听听。你在苦寒之地戍守多年，腿脚留下了顽疾，可是即便这样，陛下还是不让你回来颐养天年。这便是你们慕容家憎恨陛下的原因吗？哼，就这些啊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老夫对陛下一片忠心，日月可见。我可从来没有恨过陛下。那你儿子慕容耀为何要造反？看来你是不相信。哎呀，老夫自幼从军啊，金戈铁马数十载，你知不知道，在陛下面前想编排我、叛国的那可太多了。你就算想要诬陷我，你也想个新的花样啊！阿耀会叛国？这小子虽然自幼顽劣，可是我倒是觉得他没什么野心。我倒盼着他不会这样，也不至于现在每天花天酒地，不务正业。你以为我没有在军中、官场替他安排搭桥吗？可他不肯啊，他连官都不肯做，说什么叛国？这是我今年听到最大的笑话。慕容耀勾结锦绣，谋害大皇子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你是随哥身边的锦绣女将。一个锦绣的人，竟然污蔑阿耀勾结锦绣。一个花天酒地、不务正业的世家公子，他身边养了4个美人杀手，他到底要杀谁？你自己的儿子，你真的了解吗？他平时蓄养谁，又和谁打交道，你清楚吗？你常年驻守边关，他在玉京又干了些什么？你真的知道吗？你自诩是天下第一忠臣，你确定你儿子就跟你一样？若是他真像你所说的那样，是一个闲云野鹤的人，那他为何要接下御林军的差事？那是陛下安排的。您自己也说，从小到大，他从不听安排。我儿子他……我是替您不值。想当年您跟陛下一起打仗，落下一身伤病，陛下明明知道，为何还要将您派往那个西北苦寒之地啊？慕容耀和凤随哥是最好的兄弟，可是他却威胁我，亲口跟我说，若我将他的秘密告诉凤随哥，他就有办法让躺在宫里的凤平城去死。凤平城死不死我不在乎，但若是伤害到凤随哥，我绝不答应。不可能！
马耀不可能说这种话的。他和随哥那是自小一块长大的兄弟，他不可能叛国的。不管慕容耀有什么办法威胁到凤平城，我只要能控制你，我就有把握，他不敢轻举妄动。老侯爷，得罪了。不舒服吗？没事吧？怎么喝成这样？劳烦王妃拿条手巾。在这儿等我。刚才那个王安成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正是您起居注里标注的人。看样子也像。早就听闻夏敬言的癖好，只是没想到起居注所说宠幸官员内眷，居然是真的。那个王安成，你可以想想办法去接近一下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刚才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人在把守着？只剩下2个太监。看来夏敬言确实相信您夫人了。你不了解他。